大家好，我是大妈，感谢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现在继续读邱元老师这本《乱世迷音》，40万字左右，大概700页。主要是通读啊，因为它这里头细节非常多，我如果默读的话，很容易错过一些细节，所以是通读。通读不是朗读，我会尽我最大可能去加速语速啊，当然是所有字都要略一遍。所以如果大家听的时候不舒服，那么建议把回放速度呢调低到0.75，甚至于0.5。OK 啊，昨天已经是读到427页，不过昨天因为可能是远程用 iPhone 当摄像头的原因，最后大概有30几秒钟就没有声音了。那今天稍微补这么一段啊，开始。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美国洋行对华输入土耳其鸦片总额最高的年份是1830到1831年，仅为1670余箱。在同年，英国洋行对华输入印度鸦片的数额多达18760箱。从1826年到1827年开始，英国洋行送到中国的印度鸦片超过每年1万箱。从1832年到1833年开始，更进一步突破每年2万箱。即便是在林则徐虎门销烟的1839年啊，依然有15000箱之多。依然有15000箱之多。同样在这14年里，美国洋行贩运到中国的土耳其鸦片总计不过11700箱，平均每年仅830余箱。1827年年底，由怡和洋行出资，在广州13行分馆创办英文行业刊物《广州记录报》，对鸦片在华销售和广州鸦片价格行情走势进行逐年统计，相当于行业参考报告。此外，还刊登本地风土事故、中国政府官府动向、中外贸易行情、与清朝官员打交道时必须注意的各路规矩利益、常用交际广东话等等。供还不熟悉中国国情的新到各国洋商参阅。不过，热衷抽大烟的中国人又发明了烟灰对料法。抽大烟就像挑剔食材和加工烹调，生烟膏有不同品种，熬熟膏有各种添加物和不同的加工顺序。挑烟泡也要根据瘾君子的饮量和口味偏好各有吸食习惯，需要用土耳其鸦片烧制成烟灰，在烧其他烟膏时往里加不同的比例烟灰，用于制作作用类似于味精，调出各种口味，以此适应瘾君子五花八门的需求。鸦片烟馆经营者开列烧烟菜单，更是一些喜庆吉利词，比如打头春、一醉闷、二回头、三支炮等等，各有讲究。主要受益于这个因素，土耳其鸦片才没有彻底从中国市场上退出。除商业竞争不利，政治风云也对美国人产生影响。土耳其不是美国的殖民地，没有英国对印度的控制那么牢靠。印度是英国殖民地，东印度公司和英籍犹太商人把持了当地鸦片的产销，美国人自然会受到排挤。就在1812年，英美还爆发过战争，美国称第二次独立战争。强盛的英国海军对美国展开全球贸易封锁。战争虽然在1815年2月结束，但英国海军依然对公海的美国船只和船上人员经常进行检查扣押，导致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内，美国船只来华在由印度洋进入南中国海域时不敢走狭长的马六甲海峡，而是取道这个叫这是哪个字来？这是乾坤的啊，艮他海峡，从荷兰、西班牙控制的印尼和菲律宾绕过弯子，进入西太平洋，再经巴士海峡折回南海，返回航向广州。可见，美国鄙视弱小的国力和军力，也难以为本国财团的海外利益提供外交援助与军事保护。不像英国鸦片商人，因为中国禁烟政策损害他们的利益，就可以游说国会通过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决议。参与对华贸易的美国商人意识到，
在远东地区，既不能和中国官府对抗，也不能和这一地区的英国人对抗，所以他们一方面和中英两国积极合作，另一方面利用中英两国围绕贸易和禁烟问题的长期对抗，趁机钻空子捕捉商机。比如说，齐昌洋行自己并不直接从印度向中国贩卖鸦片，而是利用航运优势为怡和洋行提供鸦片运输、趸船管理和代理销售服务。1834年，当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律老比与清朝官府的交涉完全破裂，清朝驱逐所有在广州的英商，以及1839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包括齐昌在内的美商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先从号官、吴秉健等13行行商手中大肆购入鸡鸭茶叶，再运到澳门和新加坡转手卖给英国人，趁机把代理费从3%、3.3%提到5%。中英战争中英相争，花旗得利，通过当国际倒爷大发战争财。鸦片战争爆发前，美国商界和政界财团又对形势发展做出2个错误判定，认为英国将会战败，但最后失败的是中国；认为战争会刺激鸦片价格走高，价格在战争期间确实有所上涨，但涨幅低于美国人的预期，且战争结束即回落并持续下跌。对于美国对华贸易而言，卖鸦片如同鸡肋；对于中美关系而言，如果继续对华贩运鸦片，显然会遭到中方的憎恶。1844年7月，中美签订《旺沙条约》，我们的历史书会强调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不过，在该条约的第33款约定，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或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之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美国成为第一个以政府官方姿态向中方作出承诺，并明确表示反对鸦片贸易的西方国家。1852年，金能亨就任美国驻上海领事，他还是齐昌洋行合伙人。他一面观察中国正在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一边在这个国度捕捉新的商机。在他的强烈主张下，齐昌洋行逐步从鸦片战争中退出，转为购买小型蒸汽机轮船，经营中国长江内河与近海航运。这次转型很成功，齐昌航运公司很快在长江航运领域领垄断之势。就在1870年，英资太古轮船公司杀入长江航运，用降价的方式抢占市场份额。李鸿章主持的轮船招商局也在1872年成立。金能亨等齐昌公司的大股东不愿意展开恶性竞争，选择抽股撤资。齐昌洋行终止所有在华业务，关张结业。1858年，鸦片在中国完全合法化，此时还在少量贩运土耳其土的部分美国商人大都采取海上走私形式，价廉质好、量还大的印度鸦片和产量逐年猛增的中国土产鸦片，把土耳其鸦片打压得根本抬不起头来。不逃税实在是没人要。鸦片产于印度和土耳其，英美洋行将其贩运到中国，而不是运回本国。从经济贸易的角度去看，可以看作是本国过剩商业资本在进行海外投资，追求高额回报。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美国人口快速增长，领土大幅向西部扩张，美国国内形成更广阔的商业大市场，出现了内陆大开发与新兴的第2次工业革命浪潮。从事国内工商业投资与基础建设投资的前景更诱人。上述种种原因的作用之下，在整个19世纪，英美洋行对华贸易的发展轨迹截然不同。前者靠鸦片发家暴富，几代人把鸦片当成摇钱树、命根子，叼住这块大肥肉咬紧不放；后者视鸦片为鸡肋，不指望靠它赚大钱，找个合适时机果断全身而退，要么转移到航运、金融等在远东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新兴行业，要么干脆回国投资钢铁厂、矿山、铁路公司、石油勘探、冶炼等发展前途更加广阔的朝阳产业。美资洋行没有出现专营鸦片洋行，在本国也没有形成势力深厚能干预政治决策的鸦片贸易集团。摆脱了鸦片带来的道德负担，当美国开始打造它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时，就可以轻装上阵，把自己装扮成有良知、急公好义的国际友人。
这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美国在打开日本国门过程中采用的鸦片恐吓。1853年，美国少将佩里率领4艘军舰开到江户湾，以武力威慑采取锁国国策的日本德川幕府。双方在1年后签署日美亲善条约，日本被迫开放门户，这就是黑船事件。1856年，汤森德·哈里斯就任美国驻日总领事。德川幕府对他最初的态度就和拒绝洋人来京换约的清朝咸丰帝类似，采取抗拒回避姿态，不允许他到江户来。哈里斯之前曾长期在中国上海生活，对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此时中国国内的长毛造反都有丰富细致的了解。他认为在远东地区，中日两国民族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封闭保守，既缺乏对外界的了解，还缺乏灵活应对手段的政府也有相同的弱点，可以用相同手段和他们打交道。于是哈里斯就以中英两国为例，用鸦片和鸦片战争对德川幕府进行恐吓，渲染鸦片对人的诱惑和毒害，绘声绘色地描述鸦片战争给中国政府带来的屈辱，以及英国人让人憎恶的可怕行为。我听说在2年前，中国为这些鸦片花费了2500万美元。鸦片是中国的大敌，它像最致命的毒药，损害你的身体，让富人变穷，聪明人变傻。中国消费的鸦片都来自印度，那是英国控制下的殖民地，鸦片是中国面临的一大祸害。但是英国不想停止这种行为，因为鸦片战争贸易一本万利，很有可能英国正在打贵国的主意呢。他们觉得日本人对鸦片也会上瘾。我们美国总统希望贵国一定要对引入到贵国的鸦片保持谨慎警惕。如果我们两国能签署条约，他希望必须严格禁止鸦片。美国总统向贵国保证，如果贵国允许美国外交人员常驻于贵国的首都，那么当贵国与其他国家有来往时，美国能为贵国提供安全保障。哈里斯的这些话不仅以适当的力度准确戳中了日本德川幕府的软肋，况且就在他说这些话的同时，中国与英法两国爆发第2次鸦片战争。现实中邻国正在发生的事儿正好验证了哈里斯的说辞，为他成倍增添说服力和可信度，让德川幕府深以为然。1858年7月，两国签署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其中第4款规定严禁鸦片输入日本。美国也对日本做出相同的承诺。美国接连对东亚地区2个大国做出相似的官方承诺，在国际上表达我们认为吸食鸦片对人是有害的，我们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美国凭此站立道德制高点，以高调反对鸦片贸易的外交姿态，赢得了印度一些国家的好感。这一个时期，美国虽然在国际上对中日两国有如此的表态，但还没有彻底督促本国财团从对华鸦片贸易中完全退出，所以只是展现姿态，言行不一，比较务虚。随后，医药化学研究与生产取得技术进步，使毒品行业也出现产业升级换代，改变运行格局。鸦片由原来供瘾君子直接吸食的消费品，逐渐成为加工新一代毒品的原料。原始的抽大烟逐渐落伍了，扎吗啡、注射海洛因等逐渐流行。美国的态度也由务虚逐渐转为务实。土耳其的吗啡含量高，虽然不太适合当做大烟膏直接吸食，但作为提炼吗啡的原料，就相当于高品位的富矿石，经济效益大大超过印度公班土。这下情况颠倒了过来，土耳其土价格不仅开始上涨，而且大部分优先供应美德等国家的制药厂。随着吗啡行业生产规模的扩张，对原料需求不断增加。不到20年的时间，土耳其土本来就不多的对华输出量再次快速萎缩。1906年，清政府再次禁烟，通过与外方谈判，对主要鸦片出产国的对华年输出量做出最高限额。印度鸦片限额为51000箱，土耳其鸦片仅为1125箱，后者只有前者的2.2%。这区1000多箱土耳其鸦片还不是美国商人独揽，而是美德奥匈和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及亚美尼亚人等4国外商分别贩运来华。但这个变化也产生了副作用，既然贪图厚利的中外鸦片贩子能把印度鸦片走私到中国，也会有持同样目的的另外一批鸦片贩子把土耳其鸦片走私到美国。通过非法途径提炼吗啡，经过
黑市再散播到美国社会，导致美国政府也要面对一场很恼人的鸦片战争。美国的医药化学工业就和它这个时期的国力一样蓬勃壮大，但它在其中也走偏方向，过分推崇含吗啡成分镇痛剂的效用，导致美国民众滥用吗啡的吸毒问题在西方国家里非常突出。其次，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击败西班牙，将菲律宾纳为殖民地后，发现当地和中国一样，鸦片泛滥严重，特征是以当地华人群体为主，向土著人蔓延。他也不愿意看到这么一块颓废的岛国。也正是因为亲身体会到了毒品泛滥给本国社会带来的困扰，拥有了感同身受的体会，所以在1906年全球禁毒浪潮中，美国从多个方面给予中国强力支持，态度最真诚，行动最积极。20世纪初，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更希望提升自身在远东的影响力。他在亚太地区遇到两个竞争对手，英国和日本，尤其是与日本的对抗还愈加尖锐起来。所以，美国试图通过向中国表示善意的形式达成地区联盟，削弱英国的在华影响力，也利用中国掣肘日本。此时，美国政界有一些人构思打造一个美中地区同盟，对抗在该地区早已存在的英日同盟。此时，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禁烟，对本国财团在华利益不造成负面影响。德国也有类似表态，但属于醉翁之意不在酒。嘴上说支持中国禁烟，本质是英德对抗和压制法国的需要。同样，在19世纪末，德国的总体国力早已超越英国，特别是它的化学医药工业比英国只强不弱。此时的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吗啡与海洛因等鸦片衍生物麻醉品的生产国。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不仅在总体国力上和工业实力上超越英国，在鸦片衍生物麻醉品的产业升级方面更是全面压倒性超越英国。这个特点在不久后的一战战场展现得淋漓尽致。德国人把毒气弹弹向英国人，法国人把吗啡留给了自己。在远东地区，德国同样希望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削弱英国的影响力，为此向中国表达善意。在1909年的上海万国禁烟大会上，德国代表罗斯勒在做大会报告时，就本国罂粟以鸦片进出口情况、使用情况进行了说明。德国大量收购土耳其鸦片作为工业原料，其中有约20%再转移到美国。除此之外，不像其他国家贩运鸦片，德国从法国进口特定的食用罂粟，这种罂粟不用来割取鸦片膏，而是用罂粟籽榨油和加工面包糕点。因此，支持结束对华鸦片贸易，一方面对德国的在华利益没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可以打击从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的英国，最后还能在中国人心中获得好感，但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一举三得。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禁毒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有认识并愿意就此展开商讨与合作的一项国际事务。尽管这里面还有各类认识偏差，在大义凛然的口号下，更包藏着各方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图谋，但大方向、大趋势是不会改变了。对于已存在数百年的鸦片贸易，以英国为首的一些老牌鸦片贩的国家，其政府首脑与政客尚可以暧昧，可以回避不谈，可以光表态不行动，但谁要是公然诡辩和加以支持，其言行就属于逆流而动，招致不单的是道德谴责，还会让人趁机大做文章，使自己的实际利益受损。精明油滑的政客们都知道，这很不符合当下政治正确的原则。那么久就政治正确，已经很少有人在做这等蠢事了。美德这两个国家从态度到行动都对中国禁烟做出更热情的呼应，前者对英国是温和的敦促，后者干脆就是带有挑衅意味的施压，这就让英国的态度也被迫紧跟上来，做出更加积极的回应。1902年9月，中英两国在上海签署中英蓄意通商行船条约，在第11款，英国承诺不把吗啡当作普通货物向中国出口，其他国家紧随而行，纷纷对清政府做出类似的承诺。1905年到1906年，英国自由党在下议院选举中胜出，以政治姿态开明灵活著称的班纳曼出任首相，占议会多数席位的自由党
议员，大部分人对鸦片贸易持谴责和支持尽快废止的立场。英国新一届政府的施政路线与对外关系发生明显调整，支持禁烟的舆论呼吁在英国政界也日益高涨。1906年5月底，英国下议院终于通过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终止鸦片贸易的表决。相关信息随后被透露给媒体。如果中国人决定禁烟，英国对此举将表示赞同，并愿意给予协助和配合。因为印度鸦片的输入和2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都和英国有直接关联，清政府禁烟最忌惮的就是英国的态度。现在英国表态最大的障碍消除了，那时电报通讯已经很普及。清朝驻英公使汪大便迅速汪大奎应该是汪大奎迅速把消息发回国内，建议朝廷果断利用这个机会。禁烟章程的第10条内容是商禁洋药进口，以遏来源。清朝想实现这条，难点还是在英国。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始终是受华洋药最大的来源地，总销量最高，单价还最昂贵。清朝必须和英国缔结正式条约，让后者允许停止印度鸦片出口。英国要是答应，其他鸦片来源国也都会做出表态；要是不答应，一切都是空谈。所以说，尽管清朝国势微弱，在国际上是一个缺乏话语权的弱国政府，但此时的国际政治局势与舆论环境却为实施禁烟政策提供了既复杂也比较有利的外部条件。庚子事变后，顽固保守的清朝政策路线转为积极寻求改革。1905年到1906年正式推行新政表现亢进之时，部院改组、废科举、编预算、扩编新军、5大臣为预备立宪、出洋考察等等各种表面光鲜的改革举措，就是在这1-2年间接连上马实施，趁机推行禁烟，恰好属于顺应世界潮流，更能凸显新政的新意，也可以安抚人心。当年11月底，清朝把禁烟章程和草拟的6条禁烟要务转达给英方，谈判随即开始。既然3尺之冰不是一日之寒所冻，也不是一时之志就可以融化的，100余年鸦片贸易早就形成了庞杂的既得利益群体，从英记、犹太鸦片洋行、英印殖民当局、潮汕鸦片贩子，这些势力肯定也会利用他们在中英两国政界、商界、媒体和租界拥有的资源渠道，四处游说鼓噪，想方设法对禁烟加以阻挠抗拒。且英国政府对清政府一向持不信任态度。两国经过长达1年多的交涉，终于在1908年3月签署了中英禁烟条约。这些错杂的干扰因素也在条约的具体条款中有所体现。第1节，印度洋药以运往各国全数为限制，以印度出口51000箱之数为定额，按年递减5100箱，自西元1908年为实施之始，10年减禁。若此3年之内，中国果鱼栽种及吸食实行减少，则本国政府允任3年期满仍行照前减少。第3节，洋药税厘征收加倍，以土药统捐及土药价值非一时所能调查明确，所有加征税厘之意，稍缓续商。第5节，各口岸租界禁止烟馆及吸烟处，并不得售卖烟具。第6节，禁止任便贩运吗啡针。英国表示的诚意，还有他给中方设下的陷阱，就在这几节内容中。首先，用10年时间渐进是清朝赞同并主动提出的主张，要求英国承诺印度受华鸦片每年减少1成，满10年减为0，以后不再对华出口。英国对此表示赞同，却把基数夸大了。印度鸦片对华出口总量在1901年至1905年缩小至平均每年42300箱。在谈判当中，中方将这一数据告知英方，但英国坚持把印度鸦片运往各国全数的51000箱作为这次对华逐年渐减策略的总基数，尽可能扩充限额。
英方还要求把条约签订的最初3年当作试行考察期，在此期间，英方落实第1、第5、第6节里承诺的事宜，中方也要在缩减本国罂粟播种面积、加强戒毒、减少隐居子人数方面做出努力。如果3年试行期满，中方拿不出实际成绩，条约自动作废。这就形成了时间上的紧迫感，要求清政府必须抓紧时间行动。转瞬3年即为期满，所有英国声明各节全是中国之能否切实实行。在随后的3年里，清政府确实做出了很多成绩，好坏参半，既有实打实的成绩和球形创举，也有为拼政绩而糊弄的花架子。在社会动员与禁毒教育普及方面，清政府做得非常好。当年道光帝和林则徐禁烟动机是心痛大清国的银子，退一步说，只要种土烟自产自销，让银子在国内周转而不流到海外，态度就松动了。禁烟推行者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副守财奴吝啬鬼的嘴脸。禁烟过程中嘴上说民心可用，实则不敢用，一味抓捕恐吓，导致官民对立情绪很严重。1906年这次，清朝吸取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训，改观非常明显。不仅从关注民生福祉与国民个人身体安康的角度去劝说民众禁烟戒毒，还对民众进行科学解释。此时出过洋、留过学、系统学习过西方自然科学的中国人已经很多，其中部分人在新政前后进入官场，所以在这次禁烟过程中，官场中的一些满汉官员主动以他们掌握的现代医学与化学知识，向全社会介绍为什么鸦片能让人上瘾，是因为里面有种东西叫做吗啡，鸦片不能再抽，吗啡更不能碰。这些人还及时地向社会公众纠正对含吗啡戒毒药的错误理解，用含有吗啡的所谓戒毒药来戒除大烟瘾，分明是引虎驱狼，泼油灭火。现代有日澳法意等国洋商将他们在本国已遭限制的禁毒药运到中国租界的药店内销售，切不可只听对方一面之词而购买此物等等。这是中国近代禁毒史上首次采用科普形式对民众进行戒毒宣传。一向注意文艺作品中意识以形态立场的清朝，这次也采用文艺作品和报纸传媒平台对公众进行禁烟宣传。这其中有一件让笔者颇感意外的小事儿：相声曲艺行在清末明初时出现了俗称八德的8位艺人，是让相声的表演形式走向成熟的奠基人。当中有2位，李德商和张德全，他们的艺名分别是万人迷和张麻子。在晚清时，这2人灌制了若干张传统对口相声唱片，其中《卖春联》里面有这么一段内容：捧哏说：“您给鸦片烟馆也写副对子呗。”逗哏：“鸦片烟馆。”捧哏：“哎，逗哏，孤灯一盏，照尽平生事业。”捧哏说：“那下联呢？”逗哏：“短棒半根打倒无数英雄。”捧哏横批是逗哏永不再开。捧哏：“对喽，这阵子不让开烟馆了。”我刚听到这段时还不太理解，横批应该是与上下联的内容思想有关联，产生契合，有概括作用。绝妙的横批要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永不再开明显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突兀的横批，后来在查阅资料时意外的找到了答案。李张2人这些相声唱片是在1908年受法国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分公司东方百代之邀灌制的，而此时正是中英禁烟条约的签约年，清政府非常希望能在社会打造禁烟的娱乐声势，为此与当时最主要的报社媒体联系。另一方面，百代也在这年刚刚开展在华业务，公司负责人叫这是法语伊拉巴萨塔，不过他没什么权势和身份背景，是在1899年来上海闯世界的穷法国人，在本国和上海法租界都没什么根基，经常在上海华界老城区的徐汇牟家浜这一带摆摊放留声机。这个法国人也很有幽默天赋，他把自己的职业特征和身处环境做了巧妙的概括，再结合法语名字的发音，给自己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中文名乐宾生。1908年，乐宾生终于争取到法国百代公司中国业务总代理的资格。此时的他实力依然很弱小，既没有充足的资金到北京邀请梨园名伶，也没有专业录音棚，只好从简单廉价大众化的相声开始，去邀请还在落地卖艺的李德商等
江湖艺人。正好这个时候，清政府的禁烟活动也在全国政府展开了。清朝官员向京沪等地租界的中外媒体寻求协助，希望后者能为禁烟制造舆论气氛。乐宾生抓住这个机会，立即做出回应，表示一定会积极协助贵国政府的这次禁烟事业，为正在主要市场封查烟管的政府行为做出简单的宣传配合。而对于李德商而言，在相声段子里植入一条公益广告，那简直是信手拈来。除了国内的宣传普及，清朝这次新政禁烟也在国际上得到了关注。美国的报刊就对中国禁烟给予了持续报道，并借助这次事件对本国社会存在的禁烟问题和禁毒难题给予了呼吁。中国人都决定不再抽鸦片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出更多努力呢？想办法拯救那些被撒旦诱惑的可怜人吧。从20世纪初一直到今天，中国政府推行过很多次全国性的禁毒与缉毒教育工作，对外国政府会表示关注和合作，而大部分外国媒体则没多大兴趣。只有1906年这次，因为正好赶上全世界的禁毒热潮，所以在国内外取得了让人非常振奋的宣传效果，声势浩大，成了当时全球热点新闻话题。宣传舆论做得不错，其他方面就不好让人恭维了。在督促官员禁烟，主要城市查禁烟管，在罂粟种植大省产出烟苗，这三方面只能说声势弄得也很大，但实际效果如何很让人怀疑。中国人官本位意识特别浓厚，官员被视为明知表率有以身作则的社会义务，所以清朝打嘉庆时搞禁烟起，首先就要求官员不得碰大烟。讽刺的是，这点从来做不到。民国也有对官员的相同要求，但民国官员不止抽大烟，更是普遍参与卖大烟。这一次新政禁烟在相关章程中有限期为6个月，专门针对官员的禁烟禁令。但到1907年秋期限已过，瘾君子还大有人在。清朝一方面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谕旨，罢免了包括2位亲王在内一批尚未戒除烟瘾的满汉官员；另一方面，自此降旨之日为始，再行展限3个月。这一展限就是延展期限啊！官府在禁烟施政中的社会公信力立刻崩陷一大截。就在这节骨眼上，部分官员因为行为不检点，还惹出杨翠喜案这种轰动一时的大丑闻。袁世凯亲信天津巡警总局总办段之贵为谋官场涉途，花重金在本地买了名叫杨翠喜的艺妓，送给任农工商部大臣的载震。此事被言官弹劾，又被京城媒介报道，成了热点新闻。英国《泰晤士报》那位著名的驻华首席记者，后来担任袁世凯政府顾问的澳大利亚人莫里逊，和这些清朝满汉官员常有来往。他对载震的印象非常差，就此事件为《泰晤士报》、北华捷报等英文报刊拟稿和接受采访时披露了很多重量级的内容，说载震是个恶棍，这个家伙和他全家都吸食鸦片，他的父亲却是此时中国政府里掌管大权的那位首相亲王大臣，也就是清朝当时由载匡主持，清朝当时由奕匡主持政务，和皇帝有着亲近关系的皇族亲属成员。他吸食鸦片的恶习现在没有受到任何处置，甚至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这种逍遥法外的好运气很难不让人产生怀疑和他父亲的权势地位有关系。等等，这些报道被译成中文，经天津、上海等各地大报披露出去之后，搞得清政府意识非常被动，恰好又是中英双方展开禁烟谈判的时候，这也给中方谈判代表造成了很多困扰。由于各省缩减罂粟种植面积，产出烟苗，大城市查禁烟管这些工作则是真真假假，良有掺杂混杂。
清朝这次在国内禁烟方面不再奢望一步到位，而是采取了和英国交涉中相似的渐进方式。每个省在1906年前种多少罂粟，大致有多少瘾君子嘛，这两项统计一下，报个数上来。同样，从1908年开始，每年减重一成，戒治一成，10年禁绝，10年禁禁。10年后，国外不再向中国出口鸦片，国内也不再生产和吸食鸦片，烟毒从此不再成为祸害。设想的很好，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各省的督抚大员在落实政策中很快就变了味儿，成了一场拼政绩、放卫星的形象工程。重点是在1910年，这年是3年试行的最后一年，清朝要向英国拿出成绩来，然后双方再签署剩下7年的正式条约。这些督抚大员都是官场老油条，特别会把握表现的机会。滇豫汝等省官员在这年都很巧合地宣布，本省烟土已经禁绝，就连四川这个土烟生产大省也宣称本省的烟土已减少到不足10万担，再1、2年即可禁绝。形势大好，多少人不敢相信是真的。而这个时候的清朝早就没有康乾时期的集权高压控制的力。中央政府已经是弱势朝廷，缺乏有效的巡查监察措施，对地方难以极为督控，只能是各省大员汇报什么，中央就听取什么。无论朝廷大员、外国驻华公使、把控中国海关的外籍职员，还是主要报刊媒体，这都一致对这些地方官员汇报的禁烟政绩持质疑态度。在3年试行期，英国驻华公使卓尔典和税务司里的英籍职员也会利用到各省走访和职业便利，打探中国禁烟的情况。这些质疑者也想到一些很有时代特征的检验办法，不光听地方大员的汇报，也更要关注老百姓的反应。100余年来，鸦片给中国造成的变化已经渗透进社会各方面，形成惯性作用，异常强大的机器，不是随便说改变就立刻能改变的。现在你强制施加阻力，这股惯性会产生反作用力，在现实中有多种表现。很多地方发生烟农以暴力形式组织的抗产运动，农民种植烟土的时间起码有几十年，种罂粟的收益很高。现在官员让烟农把烟苗铲除，改种五谷棉麻，后者担心个人利益受损，肯定是抗拒态度。限期不产，政府组织强力部门搞强产，那么烟农也就组织起来搞抗产，以暴力对抗暴力。再如黑打灯，许多烟民偷偷摸摸种罂粟，田亩用多又多，官府实在缺少人力去巡查。不过进入罂粟硕果割烟膏的收获季节，烟农割烟有个时间上的特征，都在半夜。烟农全家老小出动，用特制的刀具在硕果皮竖向刺口子，刚流出来的是乳白色液体，不用管，暴露在夜间低温清冷的空气中，逐渐变黑变黏，等天黑再刮取收集起来，待到白天日头高升，照射强烈且气温升高时再进行暴晒。想完成这个工作，烟农就要点灯照亮。这个工作还不能一次性完成，要重复多次。生烟膏的产量实在太低，在滇黔川3省平均亩产也就3、4斤，在西北甘陕口外的晋绥、热河和东3省亩产更低。在当地的旱田里种罂粟，施肥和灌溉不充足，亩产量还不足1斤。烟农为多收烟膏，可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刀刀计较。硕果割过一次之后，一不摘果，二不拔株，让果皮自己愈合，内部继续分泌烟膏，再从完好的果皮上继续刺口拉口子重复多次，将利用价值充分榨取。从刀口刚刚流出的烟膏是稀释的白色乳燕状，因此在西方省份和晋绥地区，烟膏被称作烟奶。评价烟农的生产技巧，就是看他割奶子的水准，在一只硕果割口子的次数尽量多，且刀刀流奶，这名烟农就会得到广泛的赞誉。一些手艺精湛的烟农成为职业割烟人群的烟客。每到罂粟收获季节，他们在西南西北数省辗转流动，凭借娴熟的手艺为当地烟农提供有偿服务。执行禁烟政策的官府就利用烟膏收获的这些特点，晚上派人到田间地头去侦查，在
农村乡间那种没有任何外界照明光源、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丁点火苗亮光都会非常显眼。进入罂粟成熟季节，到了晚上，某片地隔三差五有灯火闪耀，这十九八九就是在偷种的罂粟上搁烟膏，官差朝着亮光扑过去那么打灯铲苗抓人。进入烟膏收割季节，某家忽然来了生面孔的远亲，如果官差发现这个人的作息时间极端反常，在每天清晨睡个小觉，但睡午觉的时间却特别长，再加上他的外地口音，就能判断十有八九不是啥远亲，而是这家人请来的烟客。官差不着急动手，先观察这家人和这位远亲在晚上的活动，刷现行就可以一抓一个准。这些社会现象给观察者测试禁烟执行效果提供了参照。产烟苗关系烟农个人利益，他们搞对抗肯定是自发且真实的，比官府的官腔说辞靠谱得多。我不看你那些官样文章里列出来的数字，就看你这地方是否发生过烟农抗产运动以及运动的强弱程度就可以。哪个地方烟农抗产闹得动静大，时间长，就证明当地的主政官员肯定在以较强执行力做实事。哪个地方的官员向朝廷报一堆禁烟情绪，可当地自从开展禁烟政策以来，社会气氛一派祥和平静，那就得好好问了。别的地方经常因铲除烟苗产生民变，你这个地方咋的烟民咋这么老实呢？连牢骚怪话都没唠叨过。其他地方种大烟的都是刁民暴民，老实巴交的顺民良民全跑您这来了。老辣的英国人也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刚刚上任的驻华公使卓尔典，以探查海关税收和走访调查这两种的途径，对中国社会鸦片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情报收集。重点是钱和税这两个字。海关涉及的不仅是国内进出口贸易，还有内地物资贸易的长关关口，比如西南三省土特产的集散地重庆。条约签订后，中英两国互派代表形成禁烟合勘。所谓合勘，就是搞政务透明，中方代表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监督鸦片出口是否履行条约中的限额。在清朝中央大员的主持下，也找几个在禁烟方面比较突出的地方，邀请英国驻华使节来视察观察参观，向外方展示施行成果。英国驻华人员就利用这些机会探查中国社会民情，通过对洋药、土药各项关税离境的调查，赫德向英国透露，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税收大约在2100万到3000万白银之间，其中大约1/3上交中央。英国驻华使馆得出的调查报告则是赫德报告数据的近1倍。尽管两个报告的结果相差悬殊，但都能让英国就此得出结论：鸦片捐税对现阶段清政府的财政支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依然是农业大国的中国，虽然还在搞新政，但在短期内不能让这个国家的经济产业结构发生改观，对该国的税收和税源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要求这个国家的官僚不打折扣的做到那些美好的公开允诺。只要能做到一半甚至1/3，这个国家的财政就会因为这些官僚的粗鲁举动而自动崩溃。英国就是主要基于这个判定，认定清朝没有能力履行禁烟承诺，所以在1908年春同意和清政府签署禁烟条约。清朝在此后的表现也部分印证了英国的这个推断。实行禁烟，鸦片税收只要受影响，钱从哪来？新税源怎么找？海关关税是当时清朝最有保证的税种，庚子赔款就主要以这块税收作为担保，但海关把持在外人手中，而且有法规条约形式的关税比例协定，不是想加就加的。清朝只能从其他传统税收里寻找鸦片税的替代品，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官员加税，还称其为失之盐补于盐。有的省更是巧立名目，对生猪加收，肉里对棉花棉布征布捐，搞得民愤激腾。清末的禁烟运动和由此引发的税收与财政困境，其实也诠释了《韩非子》中扁鹊借蔡桓公里所要表达的道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06年的前后60余年，清政府既遭到多次挫折打击，也得到多次振作改良的时机。虽然不至于采取彻底违纪记一的态度，但始终有
投鼠忌器的顾虑，不能及时做出有效的改革举措。机在腠理，视而不见；急在肌肤，以腠理之方掩治；急在肠胃，以肌肤之方掩治；急在骨髓，司命之所属。徒以肠胃之方，疗以自卫矣。到1906年，这位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时期的东亚病夫，尽管此时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由此而产生的求生欲望，但却已经回天无力。禁烟运动不过是垂死之前的一点回光返照。3年一晃就过去了，到1910年，双方就该商讨后续7年的续约谈判了。就在这年的5月，也是罂粟收割的中期，西南3省大致在每年的4、5月进入割高期，北方月份会推迟至6、7月。英国委派驻天津领事馆总领事谢立山等人作为专员，数次前往中国罂粟播种面积最大的6个省份，完成了持续近1年的核勘调查。1年后，他们在调查报告中称，以1907年第一次中英禁烟核勘的调查数据为基数，对比1911年的情况，川晋2省罂粟基本禁绝，不再播种。滇黔2省分别减少75%和70%，山南2省也减少了25%到30%。中国缩减罂粟播种面积，在这4年里取得的成绩确实让英方感到了几分意外，但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世界格局。就在1908年到1914年期间，全国性的禁烟禁毒活动以更快的势头发展，超出了英国的预料。1909年2月，在时任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热烈倡议下，万国禁烟会，也就是世界鸦片委员会，在上海公共租界召开。国际地位非常弱势的清朝居然能获得一次出任东道国，在国际舞台尽情表现自己的机会。这次会议持续20多天，通过9项决议案，成立了国际禁止贩运鸦片协定委员会。中英美德等国是该协定签字国。这次会议以及在会议上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协定，使禁烟条约不再是中英2国之间的外交协议，而是进一步国际化。大会决定就以中英禁烟条约作为范本和惯例，以后禁烟会员国再有相关国际协定，就依照这个条约的相关内容来拟定。这其实是英美等国对英国一次不谋而合的外交捧杀。作为一个老牌鸦片贸易国，您这次这么开明决然，深明大义，又实际行动，为中国的禁烟政策和全球的禁毒事业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以后都要向您学习，我们一起再接再厉。勋章挂在胸口了，高帽扣在头上了，英国想反悔都更难了。到1911年12月1日，国际鸦片会议又在荷兰海牙召开，并通过条款更加详尽的海牙鸦片公约，1914年6月生效。在此期间，美国媒体多次揶揄态度消极的英国，请拿出你100年前的高尚美德来主持公正。1807年，英国国会通过禁止奴隶贸易法案，击败拿破仑法国后，在1814年到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上，英国以其显赫的国际影响力，在所有与会国皆要遵守的最后协定书上当中加入了废奴宣言。1833年，英国又在他的所有海外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堪称是人类文明进步表现。英国海军还在大西洋上打击非洲到美洲航线的贩奴船，而同时期，美国南方各州普遍盛行蓄奴，北方各州财团热衷黑奴走私贸易，在欧美世界长期受到国际舆论谴责，直到林肯在南北战争中签署废奴法案，方才有所改观。时隔100年，在禁止鸦片贸易问题上，双方又产生分歧，这次角色互换了。美国站在道德制高点，自然乐于旧事重提，逞口舌之快，并加以讽刺。短短几年间，一个个国际会议的召开，越来越多有关禁毒的国际条约的出台，标志着禁烟运动国际化程度的加速和加深。这是英国和英印殖民政府一些参与鸦片贸易的既得利益集团事先都没有预料到的大趋势迅猛发展，把他们试图走回头路的念头彻底堵死了。抛开鸦片贸易规范范畴，在对华关系和外交方面，英国也不得不面对其他国家的竞争。1908年底，美国决定将庚子赔款的约半数以专用教育作为负担条件，逐年退还中国，这就是庚子退款。清华大学就是由此而成立的。美国这个举动很有效地获得中国文化界和政界人士的好感，明显提升了他的在华影响力。美国的行为
迫使英国也对中国表示善意，而且不能光说不练，必须实实在在的行动。因此，英国在1912年也决定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再就是在新政禁烟谈判上向中方做出更多的让步，以此维持它的在华影响力。1911年的英国比不了1840年的英国，它已经从世界列强的第一沦为之一。日不落帝国最辉煌的篇章已经结束，美德两国国力超过了它，在各类国际事务上，它知趣的愿意做出更多合作与妥协。中国清政府也利用了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续约谈判中开始对英国采取强硬态度，使其做出更大的让步。1911年5月8日，中英再续订禁烟条款10条及附件10条，在新的条约内容中，不仅对印度鸦片加收每箱350两银子的特别税，还声明禁烟期限不必等到期满10年。如果中国政府在余下7年中的任何时间拿出确凿证据，证明鸦片在本国已经提前禁绝，英国必须立刻终止全部对华鸦片出口。之后发生的事情无需再多叙述，辛亥革命、反袁护国、红线称帝等等中国动荡的社会局势使禁烟政策名存实亡，各省重鸦片罂粟之风又迅速恢复。从孙中山、袁世凯这两位临时大总统开始，民国北洋政府的历届总理们几乎人人把禁烟念叨在嘴边，但大烟却越来越多。英国利用这个机会频频搞小动作，但因为几个国际禁烟公约的束缚，也勉强履行了禁烟条约。1918年，中英双方完成最后一次走马观花、纯粹流于形式的和谈。英国宣称中国内地各省鸦片已经彻底禁绝，但就在这个时期，赫德退休之后，继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安格连却在其他场合发布了相反的看法。安格连的私人立场比较倾向于禁烟，但他首先要为母国的在华利益服务。他认为，自晚清开始的禁重罂粟举措能轻易获得一些表面成绩，强制要求农户，在2-3年内禁重罂粟，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只要监管一松懈，更容易死灰复燃。各省的罂粟播种面积将迅速恢复。因故，他认为在袁世凯统治末期，在川滇陕等省份，罂粟的种植面积已经重新恢复，甚至超过1900年禁烟令出台前的规模。同样是在1918年，正出任大总统的徐世昌通过发行公债筹集资金，用1339万8千块银元从上海的犹太人鸦片洋行中收购了1207箱号称是剩余库存的印度鸦片，从次年1月9日开始集中在浦东陆家嘴公开焚毁，以此宣示一切中外土洋鸦片从此全部禁绝。焚毁活动持续16天，刚一结束，上海报纸刊出一幅名为《烧香》的漫画，主题是给终结100年鸦片流毒、拯救国民功德无量的徐总统借生词，40祭祀，香火不断啊！这个香呢是那个箱子的香，大家都能看懂，这是在讽刺鸦片早已被人偷梁换柱调包了，只是烧了箱子。更有报道宣称，这些库存鸦片在最初的清点和交割时是1550余箱，现在公布焚烧的却是1207箱，有350箱已经不知去向。英国政府不太情愿地结束了对华鸦片贸易，从事鸦片生意的利益集团更会处心积虑地采取各种阻挠手段。印度鸦片早已被英籍犹太人洋行垄断经营，任何行业一旦形成垄断集团，就冥顽保守，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幺蛾子，尽可能的守住自家境乱。在3界4方华洋杂处的上海，中外鸦片贩子串通勾结，形势就更加复杂了。控制上海地区的鸦片贩子早已形成各种关系组织起来的行会，按经营渠道和经营规模区分。控制印度鸦片进口货源的犹太裔鸦片洋行和一些负责区域片区的潮汕鸦片商，他们负责最上游的大宗进口批发，称为大同行、大行或者说大吨。基于中间的小量分销商和终端零散销售商就是小行，属于服务行业的烟馆和燕子窟各有各的同业行会。烟馆还采用加盟连锁店的经营方式，在同城异地开设分号。
土行烟馆的东家和经理大都是潮汕人，伙计徒弟也都是乡谊关系从潮汕当地招雇来的。原本作为同乡联谊聚会的潮汕会馆自然成为商讨鸦片生意的同行会所。清朝查封烟馆的行动也采取渐进方式，但限期不是10年，而是和勒令官员禁烟一样，仅有半年。针对上海华界烟馆的禁查令查封令，从1906年11月12日开始执行，次年5月12日结束。作为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清朝官员在此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中外各方瞧得仔仔细细，不能敷衍糊弄。此时的上海道台是满人官僚瑞辉他的家庭背景很有意思。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在广州擅自与英军签约割地的钦差大臣琦善是他的亲爷爷。琦善的行为让这个家族背负耻辱、背负国仇家恨的瑞辉是极为痛恨鸦片贸易，现在终于有了主持上海华界禁烟的好机会，执行的颇为坚决。施行越强硬，反弹力度也不弱。华界土行烟馆经营者最初是观望和被动配合，随着最后日期的临近和烟馆封禁数量增多，有些人坐不住了，开始采用抗拒行为。1907年3月，华界的街头巷尾忽然传出消息，说烟馆不能再查封了，否则烟馆里的红帮分子，也就是很多从事合法和走私烟土的潮汕鸦片贩子，都是天地会会员，在广东时加入三合会等帮会组织，属于红帮，就要配合革命党搞革命。还有传闻称有人预谋扔炸弹、搞爆炸、制造骚乱。清朝新政已经在京城和开放城市设置警察机构，瑞辉就强化警力部署，对华界重点地段加强巡逻布控。他还注意到鸦片行业被潮汕人控制，上海的苏沪浙等本地人极少参与这个特点，采取区分对待和明星可用的方式，一方面广贴告示，声明禁烟的正当意义，告诫百姓不要掺和烟行作乱，不得附逆；另一方面，与本地商会和民间社团联络沟通，利用传统的保甲制度，组织起本地人构成的保乡民团，配合军警一起维护治安。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到4月中旬，眼瞅着距限期就剩1个月，烟贩子又想出新花样，把事态闹大，闹到洋人的租界里。因为此时中英禁烟谈判还在进行中，英方只是口头表示赞许和支持，也没有义务在公共租界内展开查封烟馆的行动。法国更没有参与谈判，也不会在法租界展开禁烟活动。华界的潮汕鸦片商人在靠近黄浦江畔16铺码头的老潮汕会馆集会，声称现在的官府严厉禁烟，我们很支持。但华界禁烟封馆，租界却没有相似举动。华界同行宁肯失业也要支持官府禁烟，租界同行怎么能无动于衷呢？还剩下1个月期限，咱们一起去租界砸烟馆、烧土行，把上海所有的烟土行市清干净，替官府关掉租界的烟馆。这个招数更狡猾，眼光很毒辣，利用了上海华洋同行的行政特征和清朝官怕洋人的一贯特色。瑞辉确实不能管理租界这个国中之国，但可以交涉，通过官方和民间社团等多个渠道的沟通。公共租界工商局和法租界工董局先后表示会在各自辖区采取有限的封闭烟馆举措，以此配合清政府在华界展开的禁烟活动。因为在1906年到1907年禁烟期间，采取比较灵活的手段，维持上海地方社会平稳局势，且与外方沟通顺畅。瑞辉随后官运亨通，短短几年就升任湖广总督，这等封疆大吏，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保证了禁烟期间上海的社会治安，但是对烟价异常的行情和随之产生的副作用就无能为力了。刚听到清朝禁烟的消息，犹太洋行就开始哄抬烟价。这些人在上海租界的政商两道有盘根错节的势力就如哈同，他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兼有公董局董事身份，社会活动能量极大，可以翻云覆雨。1908年3月，中英禁烟条约签订之后，公共租界也按照条约查封烟馆，
犹太洋行开始煽风点火，通过施展他们娴熟的炒作技巧和蛊惑手段，散布市场恐慌，囤积居奇，故意制造进口鸦片缺货的假象。条约和续约中对印度鸦片征收加倍关税和特别关税的条款，也给他们哄抬烟价提供了一理由。特别是10年渐进，每年一成这块内容更被他们大做文章，因为这个逐年渐进的特征很像倒计时读秒，持续向外界释放紧张气氛。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和进口数额的逐年缩减，压迫感还在不断增强。进入民国，犹太鸦片洋行于1913年成立的上海洋药公所，也就是上海鸦片商人联合会，明着是与北洋政府进行谈判，实则以每箱鸦片向北洋政府认捐3500块大洋等作为诱惑，与北洋政府展开官商勾结。经过中外鸦片贩子借禁烟政策蓄意哄抬烟价的长期操作，烟土价格在1907年到1917年出现非正常暴涨。1891年每斤3.24两银子的公班土，因为印度币制改革，在1901年涨至7.06两银子，1912年涨至每斤18两。进口鸦片的价格超过与其等重的白银，1914年涨至每斤约55两，1915年4月前后每箱鸦片价格突破10000两白银，该年年底每斤鸦片突破100两白银，1917年年底达到每斤151两白银的巅峰，之后价格开始略有回落。以前文所述徐世昌收购犹太鸦片洋行存货为例，按对外公布的细节折合每箱11100元，照样不便宜，价格涨得太离谱了。除了动用国弩与犹太洋行有暗中利益输送的北洋政府高官以外，谁也不会买高价洋药的冤大头。就连一贯与犹太人狼狈为奸的潮汕行商也只是在最初几年配合哄抬炒作烟价，因为担心被犹太人算计，随后也就不敢跟进了。因此洋药价格骤涨的同时，其合法销量也在迅速减少。价格暴涨，合法引进数额逐年萎缩，中国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局势等等这些情况混淆在一起，随之产生的直接作用就是刺激了鸦片的走私活动。以外方人员通过在轮船货物与递送邮件中夹藏，中方人员负责接应、转移和黑市消化为特征，中外勾结的鸦片走私大案在民国初年频频发生。在这些毒品走私大案中，英美法三国的轮船及来华人士以裹藏鸦片为主，日本人大都裹藏吗啡。随着洋药的价格走高，案件中查获的鸦片与吗啡等物数额也随之增多。最初以磅斤和公斤为单位进行统计，继而以担和箱进行统计。1915年之后的几起大案已经是成吨计算了。如1917年12月，也就是洋药价格达到顶峰的同月，海关稽查员先是在日本游船株式会社三岛湾号上，从一批报关时声称为漂白粉的箱子中查获夹藏在内的毒品3.37吨，随即又在一艘美国轮船上获取鸦片14.6吨。在这些毒品走私案中，还发生了一起不同寻常的德国间谍案。1915年3月，就在合法印度鸦片价格即将突破每斤100两白银之时，上海社会盛行一些风言风语，称英籍犹太人的鸦片洋行不仅在操纵合法鸦片的价格，暗中还与英国轮船公司、公共租界的巡捕串通一气，从事非法的鸦片走私活动。由英国人把持的海关、税务司和公共租界巡捕房，因为与犹太鸦片洋行有利益关系和同胞之慕，对此一向官商相互，姑息养奸。内容相似的传闻早就在上海街头巷尾流传开了。每当发生外洋轮船或者外籍人士走私毒品案，就有3个经常出现的共同点。第一是外方船东与船长为推卸罪责，动辄诬陷是船上雇佣的华人海员的私自行为，宣称自己从来不知情。第二是海关税务司开出的罚单才几百两银子，相比于案件查获的数百公斤乃至成吨计走计鸦片的市值估价而言，实在是九牛一毛。第三是，即便确定涉案的相关外籍人员，但因为有领事裁判权，案件都移交租界的英美法庭处置，判案不透明。外方驻华外交人员还频繁干涉案情审理，涉案嫌犯
经常以轻判甚至于证据不足敷衍了事，明显是得到了袒护，司法不公。这3个特点合在一起，使得走私案即便被破获，也起不到惩戒效果。涉案人员嚣张跋扈，有恃无恐。走私案外方人员的言行和对案情的处置结果，使广大华人非常不满，在上海民怨极大。所以这类风言风语受众极广，哪怕暂时找不到什么确凿证据，大部分华人在个人好恶影响下，主观上也乐于相信这些传闻是真的。然而这次不同寻常的情况出现了。先是传闻内容越来越周详，已经指名道姓地表示，英资太古轮船公司香港至上海航道的航线的定期班轮是偷运鸦片的主要运载工具，最大的货主是洋药公所主席新康洋行的老板埃兹拉。这些还只是3月间冒出的一个传闻，从何处兴起的不知道，谁说的也更没知晓。传闻中被点名的太古公司和埃兹拉都选择了沉默。同年6月下旬，案情终于爆发，有一位神秘人物向继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连提供密报，称太古轮船公司的下属公司格林游船公司一艘货轮有从事鸦片走私嫌疑。海关稽查人员随后在该船上查获超过1吨鸦片。更让人未曾料到的是，这件事情立刻走漏了风声。这位神秘人士以向报刊主笔投递匿名信的方式，主动向沪上各大报刊提供内部消息，全都是杀伤力强劲的要害内容，把航运公司、船长、航程路线安排、停泊码头、鸦片藏匿方式等关键信息全部透露出来。此外，还对这批鸦片的货源、货主和抵沪之后最可能的转移销赃去向都一一做出命中率极高的预测。这位神秘人士还采用一些必要的反侦查举措，匿名信不是通过普通的邮政系统寄出去的，也不是送到报社，而是自己亲自携带，趁夜色掩护，直接送到主笔和探员的家里，从门缝塞进去，或者物色华人报童人力车夫代为投递。海关感觉到既突然又奚落。太古公司更是措手不及，因为相关信息在第一时间被捅出去，沪上大报刊为抢新闻都派探员去蹲点探查，大家盯住匿名信里指出的藏匿鸦片的太古公司专属码头，看看每天都从库房往外运什么货物。太古公司连转移鸦片的时间都没有了，根本瞒不住，因为走私数量实在惊人，披露的信息又非常细致，极具话题性，立即成为全上海人最引人注目的热门新闻。而这位神秘的报信人还是一点一点的向媒体分批披露信息，让后者既能展开跟踪报道，就跟电视连续剧似的，使这个话题在社会上经久不息，成为持续发酵的公共事件。好几家大报社在对此事进行报道时，都把矛头一致对准英方，很不客气地发出口吻相同的诘问。这好歹是有人提供线索查出来了，谁知道以前没查出来又有多少？社会里舆论形成重压，让英国领事、太古公司、公共租界、工商局等部门一时之间都灰头土脸的。是英国自从在中国设租界以来，深感尴尬和紧张的一段时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甚至采取了防民于口的措施，以新闻审查为名，把华人巡捕全派出去，每天到路上巡查报纸，凡是看见又有最新消息披露，立刻加价回收，甚至强行没收。租界当局还让华人巡捕和包打听们注意盯防报社的来往人员，寻找提供消息的神秘人士，凡是能发现此人行踪或找到可靠线索的，巡捕方重重有赏。这件事爆发的有点突然，后继事态发展和具有明确指向性的舆论导向，都让其显得不同寻常，就好像已经有人提前知晓一切，写好了剧本，并且在现实世界按照自己设计好的情节指导这出戏一步一步往下演。很显然，有人在背后兴风作案，目的是给英国人制造麻烦，用一起丑闻让英国人折损面子，煽动华人的反英情绪。1915年是个多事之秋，国内外局势错综复杂。袁世凯正加紧酝酿称帝，欧洲的一战正在进行中，日本则利用前者的意愿和欧洲列强陷入战争无暇顾及远东事务的机会，在当年5月和北洋政府签订闽4条款，即民间议论纷纷的21条，实际条款与日本主张不相同。因为这件事件始终没有解释，找不到背后控制者。在媒体和民间有各种传闻猜测，有说是日本人和革命党干的，还有说是保持中立
姿态的美国人干的，最有可能是德国间谍干的。海关总税务司虽然由英国人担任，海关下属各部门的洋员则是八国联军，哪一个国家都有，里面有德国人。一战爆发，英法与德奥互为敌国，英法两国向他们在海外的适龄兵役男性发出征召令，在中国海关任职在中国各处租界担任巡捕的两国男子纷纷回国参军，同时在中国招募华人海外职员和华人巡捕来补充人手。德国的海外军事实力不强，海外德国人被英国海军封锁了归国的路线，德国政府只能要求在华的德国人向德占青岛租界转移。英国对在自家海外殖民地和第三方中立国生活的敌国公民采取的处置方式还算比较宽容，只要对方承诺不采取敌对行为，就保证他的人身自由和正常的社会活动。所以在战争爆发之后，依然有一些德裔洋员在英国人把持的中国海关内任职。英国官员对海外德国人较为平和，但英国轮船上的这个海员就不管这一套了。当发现登船临检的海关稽查员居然是德国人，顿时就不客气了。自1914年7月战争爆发后不到半年，已经发生过多起德籍海关洋员与英籍轮船水手因话不投机而大打出手的恶性群殴事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是协约国势力地盘，这些逗留在上海租界内的德国人经常遭受到协约国侨民的言辞挑衅、侮辱，甚至人身威胁。所以公共租界在一直没能找到破案线索的前提下，认为此次事件最有可能是怀有仇英思想的海关德籍人员的私下行为，也不排除是受到德国政府的指使，目的是煽动中国人的反英情绪。北洋政府迟至1917年才正式对德宣战，在此前持中立态度，因而协约国和同盟国都保留了驻华公使和领事馆机构。在官方明面上，他们与中国保持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暗中双方都在极力拉拢中国政府，间谍情报活动在上海等地也特别活跃。通过对租界治安加强日夜巡查戒备和对海关内洋员加强申斥整顿，神秘的德国间谍以及其匿名性在闹腾半个多月后又神秘的消失了，但是由他掀起的风波却难以平息。这位德国间谍一不杀人，二不放过，不欺负华人，专门找德国人的麻烦，其行为很吻合中国侠客文学里叫一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江湖好汉。这半个月来的持续报道还给大家增添了社会话题和娱乐噱头，广大华人纷纷为之叫好，还有很多报社趁机跟风搭车报道此时欧洲大战的进度消息。本来保持中立又处在远东的中国老百姓不太了解欧洲的战事，但因为一起走私案居然把鸦片、间谍和欧陆大战3件事扯到一起，也算是民国初年一件有趣的轶事。此事件已经闹得世人皆知，看官们都等着怎么处置，无法抹稀泥。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英国领事和公共租界当局只好表示秉公处理，向社会公布细节，最后破例对格林游船公司加罚了多达5000两白银的罚款，包括船长在内组织走私的英国涉案人员只能移交租界司法部门。格林公司一家把所有责任承担下来，匿名信中提到的犹太鸦片商则此摆脱了干系。社会媒体和大众舆论对鸦片走私持续热情的关注，使包括犹太鸦片商人在内的所有势力意识到干坏事但不能曝光，为此有必要依靠黑帮组织的地下渠道和黑市完成非法走私物的流通与洗钱程序，这样才能够更加稳妥，保证自己既能在阳光下的上流社会中有一个受尊重的体面身份，又同时能在黑暗中打理那些见不得人的生意。1906年清朝开始禁烟，1918年随着10年渐进期满，中国在法律意义上成为无烟国家，鸦片已属违禁品。在那个乱世，脆弱的法律对强人产生不了实际效益。晚清禁烟活动刚刚取得的些许成果和国际声望，也在军阀割据的民国初年前功尽弃，但至少还存在来自媒体的报道传播，还存在有社会公德的谴责和公众舆论的批判。因此，那些热衷通过鸦片走私开拓财源的政治强人与地方军阀，同样需要黑帮提供的地下渠道，因此他们都需要一双遮丑的白手套。黑帮的利用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机会来自2个提供者，一是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法国殖民当局，二是中国的各路军阀。
OK 啊，这已经到了465页啊，今天又读了1个多小时，那我们明天继续。好啊，再次感谢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我是大妈，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哈哈。好，明天继续读。